为了确保联立部队能够顺利延期，特别是考虑到当事国黎巴嫩的立场，中方对刚才通过的第279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。我讲3点。第一，一段时间以来，黎以局势持续紧张，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5处地点和2处缓冲区，频繁对黎巴嫩发动袭击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损毁。刚才安理会通过的第2790号决议，明确要求善意落实黎以停火谅解协议，明确呼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，明确重申支持黎巴嫩主权、安全和领土完整，发出了停止暴力冲突、恢复黎以和平稳定的强烈政治信号。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切实执行决议要求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，支持联立部队积极履职，保障联立部队的安全和行动自由，为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，实现黎以持久和平做出努力。第二，多年来，联立部队为维护蓝线附近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国际社会普遍予以肯定和赞赏，并一致期待联立部队继续发挥作用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尽管执笔国法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展现出了充分的建设性和灵活性，但在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顽固坚持下，第2790号决议对联立部队授权进行了最后一次延期，要求联立部队在2026年底前结束任务，开始撤出。诚然，任何联合国特派团都不能永久存在，但也不应在局势依然紧张时草率撤出。在当前的脆弱局势下，联立部队的维稳重要作用不可或缺。但某个常任理事国罔顾地面局势的紧张现状，罔顾黎巴嫩作为当事方的合理关切，罔顾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强烈呼声，一意孤行，强行推动在1年多后关闭联立部队。这种强人所难、简单粗暴的做法令人失望。第三，此次限期关闭联立部队是在联合国遭遇严重流动性危机，广大会员国正在讨论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的背景下发生的。中方认为，解决当前流动性危机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所有会员国无条件、足额缴纳会费和维和摊款。中方支持对联合国进行必要改革，减员、节流、提质、增效，以更好适应形势发展。但前提是要保障联合国，特别是安理会，继续履行职能。改革不能成为不履行财政义务的理由，更不能成为不顾实际情况随意裁撤维和行动的借口。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的集体决策，体现的是安理会的集体意志。个别国家从自身战略和政策出发，对现有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划分3、6、9等，对它有用的就保留，对它无用的就关闭。这种自私自利、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可接受，应予摒弃。谢谢主席。